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大家好，我是来自宝岛台湾的历史哥李修。大家好，我也是来自宝岛海南，陪你一起看世界的王潇，欢迎来到视频播客岛岛连线。好，这个过年前呢，大家一直呼唤哦，就是还得再努力的来分析一下，然后让大家呢有个好年，有个好节目可以观赏享受一下。总不能呢，这个上次去了上海录了见面版之后，本来想说一路狗久一点哈，看起来这个受到大家的谴责。我觉得我跟肖哥都有一个点是，对于观众老爷们是非常尊敬的，所以对，接受催更啊，来努力一下。刚好遇上大事件哦，每一次要录岛都有大事情哦，真的太神奇了哦。就在刚刚结束的日本众议院的大选里面呢，创下战后以来最强首相高市早苗。本来搞市早苗，现在成为高票早苗了。那这太夸张了，肖哥，到底赢到什么程度？你是不是跟大家介绍一下？上一次呢，我们的判断是他会赢，但是呢，我们在分析的就是看他到底赢多少。这当时我们还是给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就是呢，他中赢。你看当时不是说大赢、中赢、小赢吗？这个小赢呢，就是他和他的联盟可以过关，然后呢，中赢就是自民党可以过关。结果现在不是这么简单了，就是自民党自己就拿到了2/3的席位。加上他的联盟维新党，现在相当于是拿到了3/4的席位。就整个高市这一轮选举之后，未来5年如果不出大岔子 ，OK， 高市叫做绝对执政。这是1955年自民党成立以来，自民党赢得最大的一次。我是觉得反映了几点啊。第一个呢是，首先从日本的国内来讲，我们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说，肯定很多人认为是高市早苗你是炒作右翼，然后呢很多的老百姓是搞这个右翼，所以呢能够得到这么高的选票。但是我们同时要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目前为止来看，全世界所有的政客和政治家，他们的多数的外交议题其实是用来解决国内议题或者说境内议题，而高市呢，我认为也并不例外。高市早苗呢是在用炒作和破坏亚洲东部地区老百姓各国人民的这种历史情感作为一个代价来帮自己进行一个辅选，而他得到了今天的这样一个成绩。我觉得这个是高市早苗现在做到的一件事情。其实这个关于高市早苗，我们做了好几期节目了，对吧？对。就高市第一次乱说话的时候嘛，我们做了一期节目。然后呢，等到这个你上一次来上海，我们呢又提到了这个日本选举的相关的事情。然后呢，这是我们第3次聊高市。第一次聊高市的时候呢，我记得呢，由于我们当时是在分析高市的目的，是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结果呢，有一些不明就里的朋友给我们扣上了一顶不太好的帽子，说我们这是在帮这个日本人开脱，帮高市早苗开脱，说是这个你怎么能替他说话呢？他就是要在伤害我们的感情，他就是这样的，就鼓吹战争，鼓吹极右翼。我后来呢，我跟大家说了一下，我说他确实是伤害了我们，不管他的目的是不是这样子，他确实伤害了大家的情感，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这个人伤害了大家情感，我们就一直揪着伤害情感那件事情不断去说。我们要考虑到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当我们看待国际政治和这些地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从各自国内的情况去分析这个情况。就是高市早苗他的目的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破案的时候，虽然我们不应该同情一个罪犯，但是我们应该去试图从那个罪犯的角度去进行思考，这样我们才知道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对吧？这是警察里面破案的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手法，并不是说警察要给罪犯开脱，而是警察必须要找到这个罪犯他为什么会形成这样子罪恶的思想。我们为什么要去探究高市早苗他做这些事情说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这个的情况是我们不单单要知道高市现在在干什么，我们还要试图去展望高市未来可能会做什么。相比你现在义愤填膺，相比你现在的同仇敌忾，相比你现在的热血沸腾，我认为知道他下一步可能会做些什么是同样重要的事情。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可以看一下高市早苗他这一次的大胜，他真的不叫大胜了，我们之前说大胜、中胜、小胜，这一次高市叫狂胜，对吧？高市叫狂胜，
因为它不是2/3，它是3/4，对吧？它是狂胜，单党都过2/3了，这个是非常夸张的事情。这在任何德摩克拉西里面都是毋庸置疑的狂胜，对吧？一休是来自于一个德摩克拉西社会，所以说你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当一个党如果得到了2/3，它大概在那个社会里面或者那种政治文化、政治环境里面，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日本这个众议院大选的结果的具体数字哦。日本呢，这个众议院呢，它呢总共过半数是要233席。过修宪门槛的2/3是310席，而自民党自己就拿了316席，再加上执政联盟的维新会也多了1席，来到了36席，所以光执政联盟就来到了352席，而在野党跟其他各种零散小党加起来才113席，而这里面还有一个大幅成长的参政党，参政党也是极优异，它是靠 YouTube 起家的，它呢直接涨到了15席啊，它上次才3席啊，所以整个日本的这个社会呢，它的风向是可以洞见观瞻，但是当然我们要注意到这个投票率还是非常的低的啦。日本社会是这样日本社会有一个很奇怪的状况，就是它的投票率长期低迷，而且是越来越低迷。比如说这一次高市早苗号称超级高人气，你看日本的造势现场很少会像是说现场这样大家带动唱然后欢欣鼓舞。日本的造势现场是非常非常冷静，日本包含它的选举公告都是要贴在固定的公布栏里面，这个放诸全世界我们说采取这种西式民主或者是肖哥说的德摩克拉西这种方式的选举里面，算是很冷静的一种选举。当然，这跟日本社会长期追求一种稳定的秩序也有关系。好，那也因为这个样子，日本的社会还有一个点是。很多的人，因为日本社会是没有经历过所谓的阶级革命，也没有经历过社会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它是一个从上而下的一个维新，从这个明治维新开始，从上而下的社会改革，所以呢，按部就班就是日本社会的基本写照。也因此很多的日本人不认为选举投票会改变他的生活。日本人也经历过一段迷惘的时期，就是曾经他们有一段时期，他们包含结婚率包含少子化，就很像现在像台湾韩国甚至像大陆整个这样的一个发展。可是日本现在呢，又慢慢的又有所一些回升，为什么？因为调查发现，很多年轻人为什么他想结婚，其实没有为什么，就因为社会结构。很多年轻人为什么他要生孩子，没有为什么，就是因为社会结构，就是他们就是一个安稳的一个状态。所以你会发现日本人有2种样态，如果你去日本玩过，你就知道。1到5是个样子，星期五晚上到周末是另外一个样子。他们基本上呢，周末到晚上就是疯狂解放，路上到处是热色空气酒馆。1到5在捷运上面，在这个地铁上面讲一个字都嫌多。我曾经去那边玩的时候，我朋友接待我，他当时住在东京，在东京上班，他说：“嘘，不要再讲话了。”像这个样子。所以从这样的社会结构角度，你就会看到日本的投票率真的很低，有多低呢？这一次高市早苗那么热情疯狂的，而且他还用了一些非典型的传统的这种宣传手法，比如说他有一个宣传短片是日本过去首相几乎不会做的，就是他是会打那个架子鼓的嘛，他用他自己打架子鼓的音乐，然后呢讲了一段慷慨激情的演讲，在日本有上亿的一个播放，非常的惊人大家要知道日本人口就1.2亿而已，然后在这里面。这样的宣传结果这次投票率是56.26%，而且日本媒体研判天气的影响其实并不高，那些大学地方人口也不算很多。那整体来讲是2战之后第5低，虽然比2024年上次53.85%再高了一点，但整体来讲还是非常的低，连60%都不到。好，所以怎么样的一个逻辑来看待这个选举？首先低投票率，然后呢？获得大量的选票，大量的选票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这是一场老百姓普遍上来说并不是那么的关心，而只是一个铁粉动员运动。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看法，就是投票率越低，但是你会发现特定政党投票率涌现很多，那就是他动员了他的铁粉。另外就是说，相对对政治冷感或者是中间的选民，他们或者是他的对手。在这次的表现里面是很糟糕的，就是他们没有任何的吸引力，导致选民不想投他们，所以可能他们是有萎缩。比如说这一次自民党的主要对手是中道改革联盟，原本是这个日本的民主党跟另外一个这公民党，他们2个结合起来，公民党本来跟自民党是联盟嘛，结合起来对抗，结果少了100多席嘛，输得非常非常惨他们的党首就野田佳彦嘛，现在也就辞职掉了，因为野田佳彦这些人太老了，太没有吸引力，根本。
就投他变成一种习惯，而不是一种有选举的激情。而他们这种人最害怕就是高市早苗这种来选举的，他用激情来动员，所以这就出现了两样情。一方面是在野党的这个投票群众了，大幅的降低了投票的意愿，或者是投票意愿并不高，无法激化。另外一方面是执政党，也就是现在自民党的投票群众被积极动员，核心群众投票踊跃，还有这一个核心之外的半核心群众，或更甚者影响到一部分的中间选民。大家知道，在德摩克拉西里面，在西式民主里面，西龟挖大边，这是我们台湾话啊，就闽南语。西龟挖大边什么意思？西龟会微大边，就是看谁会赢。我投了，我觉得我会赢，送啊，我很爽啊，就会赢，这是一种方式。他并不是叫做理性的去选择一个他认同的候选人，而是他认为谁会赢，他想要跟赢的人在一起。没错，赢学嘛，而且这种情绪价值驱动人去投票，这是很有感觉的。所以这里面我们就把刚才那4项我们再分析嘛，哈，低的投票率，但是极高的这个支持率。那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那就是这次日本的样态，它基本上还是我认为它是一种铁粉动员加上风向吹动之后，那对手支持度或者他的对手阵营的选民的动员率下降，而中间的那一群看谁赢就投谁的被争取过来，所以就形成了这一次非常惊人的大胜。其实这样的状况跟这个上一次这个英国的工党的选举有类似的状况，上次英国工党大胜那一次也是史上最赢哦。可是你可以看到斯塔默他是一个超级没有人气的人，虽然他有一些样态不一样，但是有一个类似状态是什么？第一个投票率相对低，第二个票很集中在工党。好，那这一样投票率相对低，但票很集中在自民党或者整个右翼的这个联盟，这个自民党跟自卫联盟的上面。但是核心差异在哪里呢？这就牵涉到我们在讲选票政治的时候，第二个领导人魅力的重要性。当然，对于大陆的观众来说，高市早苗怎么会有魅力？还有对于很多台湾的这个不喜欢日本右翼的，就是华人圈里面对日本的过去右翼的这行径有所警惕的人，大概率对高市这种喜欢炒作右翼的人会很不喜欢他。可是你不喜欢他 ，love me or hate me 嘛，就像你喜欢 Kobe Bryant 跟不喜欢 Kobe Bryant， 你喜欢 LeBron James 跟不喜欢 LeBron James， 对不对？詹密跟詹黑看的世界完全是两回事。LeBron James 说：“我现在为了冠军而努力。”今天最新的新闻嘛，我开始为了冠军而训练啊。詹密就说：“你看 ，James 要拿下一个冠军了。”詹黑就说：“哎呀，这就是乱讲话，又在吃嘴啊，又在自以为是啊。”所以大家理解一件事两样情。高市早苗就有这种特质，害怕他的人，对他有忌惮的人，会觉得他的举手投足好可怕，他想把日本推向一个战争的深渊。但是喜欢他的人会觉得他好没有价值，而且他是个女性的首相，日本首个女性的首相。然后呢，他有好多突破性，他会打架子鼓，超赞的。你看李在明来的时候，跟他一起在那边打架子鼓，就他那种吸引力，他是一种浑然天成的，然后他又发挥了他这个吸引力。所以我觉得高市有抓到安倍的一些诀窍，再把他自己自身的特色把它放大，女性、活泼、非传统、非门阀、非派阀。日本人已经对于现代的社会结构僵化到了行将就木，甚至厌恶唾弃，但却没有办法的程度了。所以这也是高市他个人为什么以他的支持度比他的政党支持度还高，最终结果是他的支持度拉动了他的政党支持度，这个结果是大家去分析的。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讲，这是高市早苗的特色。所以我再说一次，这是一个铁粉高度集中，而且新吸收了一批风向粉丝的一个具体的结果。好，再来分析第二个就是高投票率但是低得票率会是什么样的状况？通常高投票率低得票率就是竞争非常的激烈，就两党极其撕裂，所以两边的得票率都不高，但投票率非常高，大家开关注这个议题非常的高涨这样子。比如说最有名的这个投票，比如说上一次2020年的时候，美国的大选非常的高投票率，但是低得票率，因为很激烈，大家在拜登跟川普之间呢是要比说我讨厌拜登多还是我讨厌川普多，而不是我喜欢川普多，我喜欢拜登多。有这种人没有错，但是讨厌的选票多于喜欢的选票，这一种叫做高度激化。所以通常高投票率所代表的不是一个民主社会的成熟或不成熟。其实我打从心里压根不认为有什么成不成熟这种说法了。经济发展到一个程度就成熟了，只跟经济有关系，跟什么政治内容没有关系。但是
通常就是高度撕裂会激发高投票率，所以结果是很有意思的嘛。日本现在的社会是高度一致性的，躺平的就算了，我就不管你了，随便，老子就想躺平。不躺平的他们就高度一致，我就全部站队到高市这边去了。这概念是这样。而美国就是高度撕裂，每一次投票率都是史上新高，或者是史上前3高。比如说这一次也是非常高，那就是我完全的撕裂，然后两边激发不断的对决。下一次美国投票率依然会非常高，因为会非常撕裂。这个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呢是高投票率、高得票率。这个最经典是谁呢？这个最经典，台湾有过一个人，那个人是谁呢？那一个人呢，就是马英九。马英九在2008年的时候，高投票率、高得票率，为什么？因为大家对陈水扁实在是太不爽了，再加上民进党派出来的谢长廷跟苏贞昌、谢舒佩太弱，所以整个来讲，他就高度的集中。这一种就是对既有体制或者是对于这个人的一个支持度，或者再讲一个可能大陆观众比较不喜欢的人，像李登辉。李登辉在96年首次选举的时候，他也是一个高投票率、高得票率的状况。新鲜，因为第一次投嘛，对，没错，新鲜。第二个，当时大家对于李登辉是有寄望的，因为李登辉在过去的8年里面看起来表现的是还是不错。但第二就是呢，整个社会有危机意识，好像李登辉那个时候就有飞弹危机嘛。像还有一个人很有名的小罗斯福总统，他就是一个高得票率、高投票率，他就是这个高度的被社会给动员出来，所以他创下史无前例的4次。这个当选总统。那最后呢，还有一种是低投票率、低得票率，那这个就是睡成一塌糊涂的社会。这个其实就是上一次的日本选举，对，上次日本对吧？还有德国。德国现在也有这样的倾向，现在也是这样子一团糟。我觉得现在欧洲很多情况是这个样子，因为现在大家对这个政治体制的或者说政治环境的一个情况呢，大家感觉就是失望，而且呢，失望到我认为投谁都改变不了。其实前几年的意大利也是啊，意大利就是个欧猪五国嘛，最大一只猪，然后整个经济烂得一塌糊涂，那政客又乱七八糟，对不对？就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所以大家就放弃了。我躺平可以吧？不要再逼我了，我就躺平了，怎么样？所以大家知道德莫克拉西是很有趣的，因为我们从小生长在这个环境，就是它的每一个样态，当然这个样态都可以再细分无限种，因为这还是具体牵涉到几个点嘛。我再说一次，领袖的魅力，就是竞选团队的能力、对手的能力、国际大环境，好，然后整体社会的压力，它牵涉很多象限维度，没有办法。就是全部象限维度摊开来分析，但是我们可以就具体问题、就具体个案、就具体分析，但它大致上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说这一次高市早苗，它就是迎合了一个叫做低投票率但是高得票率，就好像刚才历史哥说的，他是把自己的铁票仓全部都给挤出来了。虽然这个铁票仓不大，但是呢，它足以让高市早苗看起来是一个叫大获全胜的样子，所以这块我们需要让各位观众，我们可以在这边留一个心眼，就是你要知道这次是一个叫做低投票率、高得票率的这么一个环境。我之前的一个预判就是我说，很多人就说那我就打呗，那我们就开始打。各位，你要知道，打与不打呀，这个不是我们说了算的，打与不打呢，那是领导人拍板的。所以呢，我们现在说这种话呢，往往听起来呢像一种丧气话，就是有一种甚至不能算战略恐吓，就是互联网恐吓，这个东西我觉得意思不大。所以上次呢，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就提了这么几个观点，我说我们还是要看高市早苗在做什么。高市早苗它其实更多的是在解决它国内的一个纠结，但是各位。还是我说的不要认为我在帮高市早苗说话。高市早苗首先他在解决他国内的一个问题，他已经跨越了第一步。这第一步是什么？就是高市早苗他的弱势同时是他的优势。他的弱势就在于高市早苗没有派阀，没有门阀，他既不是出身于一个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成长起来的所谓的高氏家族，并没有这样一个家族，对吧？他就是一个中产家庭，一个公务员家庭出身的一个这个女孩。然后呢，她也不是那一波门阀二代的圈子里面，她从小没有跟那些人一起混过。然后呢，第三，她又没有一个派阀，
就有一些人呢，虽然他不是门阀，但是呢，他有自己的派阀，比如说菅义伟，对吧？菅义伟他是没有门阀，但是呢，他由于长期在自民党内经营，他会经营出自己的派阀。而高市早苗并没有自己的派阀，他甚至没有派阀。人家说他是安倍派，但是各位要注意，说他是安倍派的意思是他是安倍派的一员，并不是他是安倍派的领袖，所以他一直是追随安倍派，他是这个样子。但是呢，好就好在这里。以前啊，日本它是亚洲发展的火车头，那个时候门阀政治也好，派阀政治也罢，那个时候的日本人呢，觉得欣欣向荣，明天是有机会的，所以他们并不会认为派阀或者门阀对他们来说，对他们的生活、对他们的发展产生了影响，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很好的事情，所以他们并不会反对那些。但是现在大家就会觉得，哦哟，死气沉沉，成天就是这些脸，说着那些不痛不痒的话。然后呢，这个社会呢也没有真的带来什么改变。但是我们啊，平心而论，我们话说回来，你说这个是日本的任何政客他可以做出改变的吗？也不是的，这个是国际大环境决定的，就是你日本的禀赋、日本的地缘、日本的战略，导致了日本啊，其实已经发展到了它的这个自然禀赋的天花板了。就比如说我今天我拿一个杯子出来，这个杯子接水就能接到这么多。你再往外接，它也会漏出去，它没有办法再接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大家的不满意没有办法被疏解出来，那么这些不满意会涌向哪里？这些不满意就会涌向那些一直都在台上说着那些不痛不痒的话的那些老人家们，因为大家觉得很烦了，哎呦，怎么总是你？然后呢，这个时候，高市早苗的出现，会让大家觉得，其实啊，你把一切的东西都放开，高市早苗给日本政坛带来最重要的4个字叫做什么呀？叫做耳目一新。其实我跟你说，多多少少啊，就跟蔡英文有点类似。蔡英文之前的那些民进党大佬，这些大佬，你看在马英九时期的时候，他们是轮番上阵的，谢长廷、苏贞昌、吕秀莲、陈水扁，然后那几个游锡堃等等那些大佬。结果蔡英文一出来，那些大佬全部靠边站。在德莫克拉西里面，新鲜感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曾丽文也是啊，对吧？对，曾丽文也是嘛，对。所以我就说，新鲜感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而高市早苗占了这个。那么对高市早苗来说，他所需要做的就是日本的首相。我们之前不是说嘛，有一个试用期嘛？我们在我们第一次聊高市早苗的时候，我就说日本首相有一个试用期。试用期这个东西啊很尴尬，因为你后面确实它有很多派阀，因为日本是一个叫做议会制的政治，它其实是最大党的领袖来当首相。所以呢，最大党的这个党里面如何运作，谁来当自己的领袖，它其实是党内的问题，它不是国民的问题，它不是选民的问题。这选民只能选择谁去当议员，但是你没有办法决定谁当首相，所以谁当首相其实是一个党内问题。那对于自民党来说，就是你不管你再牛，但问题是我党内得服你啊，我党内能运作你，而自民党。或者说整个日本政治，它的这些政党又是一种派阀政治，对吧？所谓派阀就是朋友圈，它这里面呢，议员是属于超级选票，然后呢，各地的党员按比例折算成普通选票，所以这里面议员的地位实在是太高了。而议员他们形成派阀，派阀里面呢有一个老大，这个老大呢一般就是干得最久或者最会搞钱的那波人，比如麻生太郎，就是这样的人。他在各地的这种资产，或者说各地的这种资本朋友圈非常的强，可以帮大家拉票，可以帮大家拉这个选举的现金，他有这些方法，所以大家要跟着他。所以对于高市早苗来说，刚刚当上这个首相的时候不行，你这个时候啊不能乱搞，你一定要呢沿着大佬们的思路往下搞，而且呢一定要越过这个试用期。这个试用期是什么？这个试用期就挨到了我们刚才说的德莫克拉西，就是在任何的德莫克拉西里面，天大地大比不过选票大，能选赢就是第一生产力，谁能够带这个党选赢，谁说话就硬。我们说这个什么民进党有这么多的这种派阀那种派阀，结果小鹰派一上来一下子横扫千军，对吧？鹰派一下子干到50%以上，甚至以前跟他反对的人也要投诚过来，不就是这样吗？谁能够赢得选举，谁就说了算。其实这个德莫克拉西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所以对于高市早苗来说，他的政治生命在前面的这段时间就是他的试用期。他在这个试用期里面尽力表演，然后呢，在他认为合适的时间召开大选，而他就赌他招大选的时候他能不能赢，而这一次 OK 他赌赢了。我之前说的是他的第一步
是要炒作的一切情绪来巩固他的支持率，然后呢，把他的这种潜在的支持者全部都给挤出来。然后第二步要过大选，结果呢，当时很多弹幕就说：“哎，翻车了，翻车了，第二步都不一定过得了。”我看你这第二步过了吧？现在第二步已经过了，而且这个第二步不是小过，这个第二步是大过。说明我们当时的分析有一定的合理性，就是他干这个事情干成了。然后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讲，我怎么样看待高市早苗这次狂胜？就像我刚才说的，他其实狂胜胜在2点，第一叫做耳目一新，第二叫做他把大量的基本盘给炸出来，他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你不能说他只是耳目一新，或者说他只是搞右翼叙事，不是的，他是把这2个东西结合在了一起。OK。那么下一步就好像我们一直以来对于日本的一个研判一样，我们叫日本社会啊是一个叫做一滩死水的社会，它给人的感觉呢就是你说它乱吗？它也没有那么乱，对不对？你相比欧洲，相比美国，你说日本乱吗？日本也不乱。然后呢，你说相比美国，日本不安全吗？日本也挺安全。你说相比美国没有秩序吗？日本也挺有一定的秩序，我觉得日本是比较有秩序的。但是呢，日本最大的问题就叫做死气沉沉。对，相比美国，相比中国大陆，我认为日本这个社会给人的感觉叫做死气沉沉，就它一切都很好，一切都不错，但是呢，像一个游乐园，每一个人呢就像那个游乐园里面的员工一样，像一个 NPC 一样。他每天要完成自己既定的那些路线，没有什么推陈出新。一个游乐园里面过个5年、10年、10几年，然后呢可能会出来一个新项目，但是新项目呢还是些 NPC， 就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日本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这个中国大陆啊，很多人喜欢去日本旅游？就日本呢，给人感觉就是一个大型的主题乐园。你如果喜欢那种日本的那种古风，那边有一个区，就好像迪士尼乐园嘛，对不对？这日本这个大乐园里面有一个区，你说你喜欢那种古风，你就去京都，你就去奈良；你如果喜欢看那个现代那个城市，你就去大阪，你就去东京；如果你喜欢滑雪，你就去北海道，就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你喜欢喂那个小鹿，你就去奈良，就基本上就这几条路线，对吧？然后呢，这里面所有的人就是按部就班完成自己在这个主题乐园里面的这个 NPC 的职责就好了。你看。就是这个 NPC， 你这真的是叫做兢兢业业的 NPC。你要好像迪士尼里面的 NPC， 迪士尼里面这些 NPC 他自己难道没有烦恼的事情吗？他自己也有烦恼的事情。你说他下了班他不骂那些游客吗？他也骂那些游客，就跟这个日本人是一样的。中国游客来的时候，你说他的服务好不好？他那个服务质量呢？很多的这个中国游客也都说，哎，不错的，日本这个服务质量很高的。但是呢，你一走了，你就发现你一打开那个日本的互联网，这不是总是骂这个中国游客呢？怎么回事？对吧？所以我就说这个地方啊，真的是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维持着一个超级的主题乐园。但是你说这些人，他确实有一种就是我不知道明天到底要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去的一个情况，因为现在整个世界特别的乱，而日本呢，离它彻底变成一个主题乐园这种日子啊，你会感觉越来越近。因为日本你看，它又没有跟上数字经济，又没有跟上新能源汽车，其实它的很多的这个产业都在逐渐被新崛起的经济体给蚕食掉了。对，你看中国大陆并不是说我与我的这个竞争目标锁定在日本，而是中国大陆就是正常的发展，就这么揉，哎，一不小心我在升级的过程中一下就把你碾掉了，我都不知道我把你碾掉了。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以前你看我们小的时候家里面用的很多白色家电都是日本品牌，而现在我们家里面用的很多的这个家电，对，基本都是这个 Made in China。然后甚至好多的这个日本品牌，你仔细一看啊，你看它那个股权结构，你会发现哇，已经被中国公司收购了呀！我都不知道，原来已经变成一个国货了。你看最大的贴牌货之一就是比如说某 P， 哎，对 ，Panasonic。对 Panasonic 啊，这是超大贴牌货，这是各种贴。你想奇怪，那 Panasonic 业务也太广了，什么从电池卖到家电，什么都没。后来发现几乎都是大陆制的。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看那个综艺的时候，就是那段时间，好像很多的中国人很喜欢跑到日本去买电饭煲和这个马桶圈，智能马桶圈。然后有个老阿姨就说：“哎呦，那个日本的马桶圈啊，一坐上去，哎呦，这个心花怒放，这个灵魂都出窍了。”然后我就想说，哎呀。然后你仔细一查那个股权穿透，搞半天老阿姨在支持国货。日本它的这个经济环境呢，就在不断的滑落，但是在另外一块，为什么日本的经济体量
给人感觉又很大，因为他的这个政府呢不断的扩表，不断的去拉抬他的债务，这个很多的大公司呢不断的进行海外的投资，所以你会发现人家就说什么你在海外还有一个日本，但是各位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啊，海外的那个日本是没有办法在海内的这个日本进行投票的，海内的这个日本啊，它不太能够吃到海外那个日本的收益，所以你会看到日本的这些派阀、门阀、财阀依旧牢牢控制这个社会，但是日本的老百姓他并没有感觉我这个社会在实实在在的被推动。可是那些人，他们通过海外的那个日本，又可以不断的输血到他们自己的利益集团里面来。而你这很尴尬的一件事情，就是老百姓不能够分享到你的发展红利嘛，就是这个意思，不能够分享到你的发展红利。虽然说日本已经是一个发达经济体了，但是呢，大家不是说跟别人比，不能每次我们一说日本人的这个享受不到发展红利，然后就会有一波这个国内的这个网友跳出来说，哎，这个日本多发达，你一个中国人在这边说什么？我说不要这样说，好吧？人家日本人也不是跟我们中国人比，人家日本人的体感是跟日本人比，对吧？他如果今天过得不如昨天，他肯定就会闹情绪嘛，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是，所以说，日本人民他吃不到这个东西。你看很多的这个中国人民老是说什么，哎，你看你们不要担心日本，你看日本的股市很好，对吧？日本在海外还有一个日本，对，但是这个海外的这个日本，它不涉及到海内的这个日本，而投票的是海内的这个日本，所以这些人他们非常的不满意，而这些不满意呢，对于政客来说，他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他们要如何来抚平海内日本选民的这些心态的问题。而对于日本的叫做保守派来说，或者说我们说，我们会把这个自民党给列为右翼，但是我觉得今天啊，左右翼这个词已经被用烂了，就已经用的有点奇怪了，对不对？因为所有的亚洲政党，你在美国的光谱里面都算左翼，美国看谁都是左翼，所有人看美国都是右翼，所以今天我们就不要这样说哈，我们就说日本的在日本的政坛里面的保守派，他的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他给出的解决方案叫做我们一直在看到的，就是所谓的国家正常化。这个所谓的国家正常化是什么意思？就是日本今天我们说它的这个宪法是被阉割的嘛，它的一个宪法的阉割版本。这个宪法的阉割版本的意思就是它主动放弃了这叫做宣战权和这个军事权。就日本虽然说它有这个自卫队，但是呢，自卫队严格意义上来讲，它不是一个军队。日本呢是没有主动对外宣战的权利的，它的宣战的权利或者对外战争的权利其实是被美国给控制的。就是日本呢，它一方面又没有对外宣战的权利，另外一方面呢，美国的战争它又有一定的义务可能会被美国给征召，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对于日本来说，它非常恐慌的事情是什么？现代日本它有两部根本大法，我们一般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一般是一部根本大法，比如说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对。但是对于日本来说，它有两部宪法，一部宪法叫做日本国宪法，另外一部宪法叫做美日安保条约。某种意义上，美日安保条约是凌驾在宪法之上的，因为呢，美日安保条约只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在宪法里面缺失的部分。日本国宪法是麦克阿瑟定的，麦克阿瑟是一个这个当年二战的时候的这个抗日的这个名将，他把日本的战争权给拿掉了，但是他把日本的战争权拿掉了之后，结果这个老蒋丢掉了中国大陆啊，跑到了台湾上面去，跑到了台湾岛，一下子顿时啊，美国在东亚最大的代理人一下子丢了。那美国的注意力又转回到日本了，他需要日本帮他变成一个反华反共的前沿基地。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会发现，我怎么把日本这个宪法里面的这个战争权给拿掉了呀？一下搞得很尴尬，他没办法，他想要安回去，但是呢，日本当时呢是属于刚刚打完仗。所以对于日本老百姓来说，你美国人你自己说的宪法神圣不可侵犯，然后呢你自己说的我们是有战争罪，所以你要把我这些东西拿掉，怎么拿掉了你又给我安回去了？我肯定是反对的。所以呢，也就有了1955年的这个55年体制，把自由党和民主党安在一起，有了自由民主党。有了自由民主党之后呢，就相当于产生了一个右翼大帐篷。这个大帐篷的唯一工作就是两点：第一，在日本国内反左翼，在国际上面带领日本反华反共。然后呢，第三个任务啊，就是要推动美日安保条约。美日安保条约只定了一件事情，就是呢，美国对日本的驻军的独占权，就是日本没有办法发动战争，但是呢，美国发动的战争
我们这里要打双引号啊，这是他们自己说的。美国发动的战争属于正义的战争，日本必须有义务要参与美国发动的战争。所以说，日本是有可能被征召到美国任何的战争中里面去的，大家要注意这一点。OK， 这就是美日安保条约。所以你看，宪法规定日本没有战争权，但是呢，美日安保条约导致日本其实有一定的参战义务，所以说是不是美日安保条约是凌驾于日本宪法之上的？所以我们就说日本确实是美国的军事殖民地。今天的国际社会情况是什么样的呢？今天的国际社会情况就是特朗普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一个严重的不确定性。日本很尴尬，就是日本一方面他害怕呀，美国让日本先去当炮灰，当谁的炮灰？中美之间的炮灰。但是同时呢，日本又害怕美国不要它了，它是在这种双重恐惧之中。那么对于日本来说，他们现在推动的就叫做所谓的国家正常化。所谓国家正常化呢，并不是一下子就修改这个宪法，一下子走到修改这个宪法，确实是有点太激进了。他们在不断的给这个所谓的叫做和平宪法松绑，就是以前比如说不能参与核武器，或者说什么核研究，不能参与到核武器的各种相关设施的买卖。然后呢，还有比如说不能参与军购，不能出售军火，他们在逐渐把这些条款给松绑掉。这就是他们现在要做的这些事情。现在高市早苗拿到了或者2/3，我们不知道他下面还要不要跟维新会合作了啊。他现在拿到了2/3或者3/4的席位，他会继续松绑。我觉得这个是他肯定会继续松绑。为什么他要继续松绑？他继续松绑就可以不断的再给自己这些基础上面去做加码，去做加法，让自己在这个执政的这个基础上面可以更加稳固。我们再看现在国内的一些网民或者说朋友在探讨一件事情，就是日本会不会更加极右翼，或者更加右转？日本它如果要推动国家正常化这件事情，如果今天我们把这个主语给拿掉，就是这不是一个日本。我们假设今天是有一个拉美国家或者一个非洲国家，它被美国占领了，然后它现在要求要国家正常化，我们不会认为这个叫做极右翼。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个主语里面如果加上日本，日本是有历史原罪的，日本是有战争罪行的。我们今天整一个世界体系，叫做雅尔塔体系，我们现在正在慢慢往后雅尔塔体系走，但是我们的很多的合法性还是国际社会的合法性还是来自于雅尔塔体系。日本是雅尔塔体系里面的原罪者，所以日本它要搞国家正常化，就会被视为极右翼。所以我们可以说，日本肯定会往极右翼的方向去发展。问题是你如何看待这个极右翼？他一定会继续伤害曾经受他侵略国家的感情，因为他如果要往那个方向走，高市早苗如果要继续保持他的高支持率，他要继续去鼓动他的这些基本选民，他一定会继续往那个方向去推波助澜，因为现在他基本已经收不回来了，对吧？他这个话已经放出去了，这个中国大陆已经没有办法跟他正常对话了，这个事情已经关门了。这个时候他不可能服软，他如果服软的话，他这些都走不下去了。他约等于就是他要继续一路黑往下走。这些就是我认为啊，他下一步会做的哪些事情，就是他在短时间内我们很难看到中日会有一个比较正常的两国之间的沟通。而说到这里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今年呢，这个选举非常多地方有选举。今年其实这个日本选举呢是第一个重要地区发生的选举，但是今年还有2场选举，这2场选举分别是这个美国的中期选举和台湾的9合1大选，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啊，现在高市早苗在这里啊打了个样。今年的这个另外的一场啊，就是在东亚地区的选举，就是这个台湾的9合1选举。经历了去年的这种大罢免的情况之后，后来还有国民党内部的一个党主席的一个竞选厮杀，今年来到了9合1选举的这样一个环境下，你觉得赖清德会不会受到高市早苗的感染？因为我认为啊，高市早苗就是赖清德眼中的自己，赖清德想象中的自己。他是雄壮威武版赖清德。好，刚才肖哥呢，这个问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嘛，这个在赖清德眼中啊，我就该是那个高票早苗啊，怎么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呢？都是跟你们这一群民进党的重治混在一起，才会让我的得票率这么的低啊！大家要了解到，赖清德啊，他在2024年的大选当中呢，他是一个3重少数的领导人。怎么说呢？他在党内他的派系是少数，
因为他事实上他甚至连整个新潮流都没有办法完全整合。赖清德属于新潮流系的嘛，新潮流系虽然在民进党内过往被称为第一大派，但是大家知道，因为蔡英文执政的8年，所以英系或者叫鹰派，它的整个派系的发展非常的壮大，所以可以这么说，蔡英文在的时候，英系才是第一大派，而这个新潮流只是传统上第一大派，但新潮流分成北流、中流跟南流，所以赖清德是南流，而且还是南流当中的所谓的赖系。为什么？因为南流还有另外一个最近刚刚辞掉监察院长哦，如果你不小心说陈菊怎么了吗？哦，如果想死啊，那你可能4个小时后就会被调查局抓走。哦，这个事情在台湾是真实演出的哦。那菊系，哦，陈菊的菊系，其实在新潮流里面的南流里面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哦。所以他本身，因为他的个性使然，因为他的用人使然，各种的这种从政经历的使然，所以他一直都是一个少数的。只是他有一个很强的特色是什么？他这个人对于基本教义派有很强的吸引力，因为他在各种维度上符合民进党的基本教义派的支持。什么叫基本教义派呢？就是民进党那最铁杆的支持者，我们现在一般称为青鸟。所以赖清德在党内的派系，他里面是党内少数，他在总得票率上只占了40%，只约略比当年陈水扁多一点点，所以呢，他在得票也是少数。那他在立法院呢，那更是非常的可怜啊，因为他只有51席，而在野党呢，总共是民众党8席，国民党52席，再加上2席的这个无党，这2席无党都是有蓝的，基本上跟国民党长期配合的，所以这个落差是非常大的哦。所以赖清德一直觉得他的执政怎么可能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明明赢得了大选，但是民进党的在立院怎么会输成这个样子呢？民进党在各县市怎么会输成这个样子呢？他不能接受，他打从心里完全不能接受。是大家知道，这一次是9合1大选，也是4年一次嘛，就是我们所谓的县市长、县市议员，再往下辖的乡镇市长、乡镇市议员这一些的选举。上一次9合1大选的时候，民进党剩下5个县市，这个也是民进党创党以来最惨烈的一次。那一次就是在2022年，就上一次。事实上，在2018年，也就是韩国瑜崛起的那一次韩流的时候，民进党也是创下他们当时创党以来最惨的一次。民进党已经可以说连2次地方大选都是不断在创造刷新他的新低，而他在大选当中也刷新了一个新低，是陈水扁以来最惨的一次。所以赖清德内心是不服气的，这也是为什么刚才肖哥讲到的，在他心中完美的理想典型就是高市早苗。但大家知道赖桑这个人哦，嘴巴很硬，他讲的永远没有他做的来的强硬。他嘴巴真的很强硬哦，但是他做的呢，他只敢在安全范围内打安全牌。比如说大罢免，应该你们可以出一个新的标签叫拉口，赖 always chicken out， 这个可以，拉口好，没错真的是个拉口。大罢免，我跟大家讲，民进党是保底，为什么？因为罢免的都是国民党的立委。你只罢免国民党立委代表什么？没罢掉，一切完好如初嘛。民进党1席不少嘛，罢成功了，民进党就赢。哪有一个比赛是我先从不输出发的？他就玩这种。再来，他这阵子一直呛在野党，有种倒戈啊！你不爽就倒戈啊！因为他最近一直在玩一招，他最近在搞违宪。在台湾的宪政制度上面呢，当立法院决议通过的法案，他要经历过几个关卡就会正式实行。立法院3读通过，经过赖清德就是台湾的领导人的布告，然后公告之后，然后再经过行政院长的附属那行政院或者是相关单位首长的附属，也就是行政单位确立他收到了，就要执行。附属这个权利在宪政上面它是没有你要不要的问题，因为你就是行政单位，行政单位就是执行法令嘛，所以你非得附属。那领导人可以公告法条，但是宪政上面要求也是他必须得公告，因为这是通过这个议会多数决议的事情，你本来就不能逾越你的权限，你是行政权，你不是立法权。就赖清德现在玩的是什么呢？他公告他也不敢玩，但是他的手下也就是行政最高长官，就是这个行政院长卓荣泰，动辄用不附属的方式来玩。
哦，你的意思就是说，因为现在的立法院是蓝白合，然后呢，蓝白合的立法院通过的东西，赖清德本人他没有办法给他推翻掉，所以他就用行政院长不附属的方法，让他理论上不通过，是这个意思？没错，没错。因为当初在设计宪政制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点，没有人想到有人这么死皮赖脸，只规定了领导人必须要公告，但是没有去想到说行政院长可能不附属，所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结果他竟然干了。他说他有实质的不附属权，不附属是宪法给我的权利。可是其实这个我们读历史的肖哥还读国关都知道，你放纵世界，宪政里面权利是要明定的，不能用想当然而的，对吧？宪法虽然是根本大法，但是它是一个要明定，他如果有这个权利，他就会写出来。如果没有的话，他就只会写说你要附属，然后他说我可以不附属啊，他是这样玩，强行解释。再来，他用大法官，我们现在只有5个大法官，但是我们台湾的满额是15个大法官。大家知道大法官做什么？大法官做宪政判决，全世界都是这用大法官嘛。好，因为我们现在的大法官的宪法判决，它是用一个叫做宪法诉讼法，它相当于是把它拟法庭化的概念，它必须要10名大法官以上开会才可以判决。那蓝白联盟通过了这个10名以上的宪诉法才能判决，因为现在大法官呢只剩8个，相当于说他们是没有办法开会的。结果呢，他们说，哎，不这样不对，这个我们要来推翻这个法律，所以大法官自行开会，说我们用的是旧法，是6个就算，啊，6个开会就可以。结果6个也凑不齐，为什么？因为有3个大法官拒绝开会，他说你这太夸张、太荒谬了吧？人家通过法条就施行了，所以就是10个，我们就是不参加，剩5个大法官。这5个大法官呢，还有一个表态说反对，结果大好玩了，4个大法官他说通过，他说为什么？因为呢，那3个不参加的呢，在特殊情况之下，我们宪法法庭要维持运作，所以我们判决依然有效，也就是用一个违宪的违宪判决，他根本就不能开会。但是他强行解释说，因为现在很紧急，台湾不能被这样的特殊情况给耽搁了，宪法法庭不能运作是很严重的。所以你看到了赖清德的手段是什么？在不败的基础之上，来运作他的权力霸权，利用宪政的漏洞来强行运作这样的事情。这就是赖清德跟高市早苗最大的差别。我觉得他这个也不是说，他这个甚至不是说利用这个制度漏洞，他这个完全就是在自己解释制度。没错，其实他这个是希特勒式的做法，对吧？硬解释嘛。对，他这个是纳粹式的做法。纳粹式的做法是什么？就是强行解释法律，然后利用他的执政暴力、多数暴力，然后来强行的执行这样的一个权利嘛。这个都不叫权利的，强行来达成他的目的嘛。那你判断一下，比如说他去年其实搞的是一头污水了，对不对？他这其实输的挺惨的。但是2026，因为今年是他的这个9合1嘛，他如果是再输那么惨，我觉得哎呀，真的是要点脸的不应该干了。但是他应该也是不在乎。不过我觉得2026肯定是要大战一番的，对吧？对，其实这事情是这样哦。首先，因为赖清德就是个不敢赌博的人嘛，所以他现在就一直呛说，在野党你有种就倒戈啊。什么叫倒戈？因为台湾这个适用的这一部宪法是从大陆时期延续过来的吧，但是他修宪的时候修的不完备，所以出现一个 bug 状况，就是倒阁只能倒行政院长，不能倒总统。但是行政的最高负责人是总统啊，就是行政最高负责人是领导人嘛，所以他可以藏在这个所谓的阁揆后面。对，大家来思考一个问题哦。立法院的最高领袖是立法院长韩国瑜，但你一旦执行倒阁，立法院是要解散的，韩国瑜是要再建的，他要重选。但是倒阁只能倒到卓荣泰，只能倒到阁揆，但是赖清德作为领导人，他可以不用滚蛋，有这种事情吗？你2个权力是对等的，行政跟立法是对等，理论上要么国会倒了，就是立法院倒了，那你整个包含你总统、领导人跟你的阁揆全部都要再建嘛？这他不要，他说没有，你就倒啊，你倒我们就重选。哎，那你还是啊，你还是领导人，你还是总统啊，哇，还这样玩？这你刚才讲的非常好，高市早苗绝对是赖清德想象当中的自己，就是我能够高票2/3，绝对多数，而且大家对我这个非常的一呼百应，而且我是那个勇于挑战
战无不胜的那个战神，我一个人可以领导整个政党大获全胜。但事实上是什么？事实上是第一个，他的政党败得一塌糊涂；第二个，他自己本人败得一塌糊涂；第三个，他的内部分裂的乱七八糟。他最近把柯建铭给搞下去了嘛？他自己连内部都搞不定，就是乱成一团嘛。柯建铭，我在这里我不得不插一句。哎呀，这个老蒋想要保护自己的制度，居然保护了赖清德。对，而这个制度的最大 bug 是谁创的？其实当年李登辉创的，所以我也觉得这国民党也是搬死杂脚。当年李登辉还是国民党的时候嘛，但没办法这个所以我们常戏称台湾现在这个制度叫总统皇帝制嘛，他的权力比袁世凯还大，大家知道吗？袁世凯还得靠军队啊，他连军队都省了，台湾的军队是不敢对老百姓动刀动枪的嘛。OK， 好，所以玩到这里的时候，就牵扯到你讲的那个问题。好，那赖清德只敢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赌注，所以他的赌注方式就会改一番。他既然不敢自己下去赔掉，高市早苗的做法是，米娜桑，他是敢赔的，对，他是公开讲，米娜桑，大家，他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日本政客，他就是要梭哈一把。对，我如果输了，我也不干了，有没有？他就是这样讲的。对，所以对，没错，日本人真的是全赌，所以很多人说赖桑是日本人，我说错，血统上已经被馆长打脸了，对不对？他就是漳州的赖氏子弟，好吗？他们家赖家还是红色家族，对这个解放跟这个新中国的建立是有注意的，那个但书铁就还挂在上面，对吧？只是差别在乡亲会秃头，他没秃头，对不对？然后在精神上，他也是半吊子日本人啊，有没有？都不敢赌嘛，日本人是真敢赌日本这个是真的敢赌。你看石破茂那时候那么烂，对，这么惨，你看不管是相对比较有中的石破茂，或者是最极端的高市早苗，或者是摆来摆去的安倍晋三，或者是极度亲美的岸田文雄，没有一个不一样的，全部都在赌，他们就爱赌，全部都赌，反正我就一把说下去，输了就算了。所以这个是我一直觉得赖桑最糟糕的地方，就是他没有赌一把的勇气，可是他又一直想要创造自己的正确性，想要创造自己权力的正当性。好，所以他现在具体做法是什么？他就来升格2026的地方大选。明明9合1地方大选，为什么民进党连2次输到脱裤子？我就说了，18到22连续2次都是接连创下史上最惨纪录。其实这一次不会再创下史上最惨，因为不可能更惨了，但搞不好会因为现在高雄民进党也是蛮危险的搞不好真的，如果高雄输掉，民进党就是史上再一次最惨，就连3届都是最惨。好，道理是什么？他就把它强行升格成说，这场9合1大选是一场抗中保台的选举。对，就又来了，他又在升级这。他为什么要这样升级？因为这个升级是给自己找补嘛。他现在就是一个非常弱势的领袖，他现在就是一个跛脚的领导人。跛脚的总统，所以这就是赖清德在这场选举中的定调。好，基于这个定调，那答案就显而易见了。民进党前2次会输掉，最主要原因其实根本就不是把它定调成这么高，因为大家都知道蔡英文是不会去做这种定调的，蔡英文地方就地方了。但是民进党执政真的很烂，比如说赖清德这一届要选举之前，他抬出的支票是什么？100万户社宅，各位乡亲啊！台湾也就2300万人，一户3个人，好不好？台湾有几户啊？民进党就喜欢喊这种口号，100万户社宅，就安置青年、安置这些对安居房、大陆安居房，这肯定就被打脸的嘛。被打脸之后怎么办呢？装作没事，对不对？再来，他们每一个民生政策，他都要当成政治对决来做。比如说普发1万元，我还没去领普发1万元，他说，你知道民进党的男性首区不分区立委，就是那个很有名的黑熊沈伯洋怎么讲？他说这个普发1万元，就是中共在收拢人心用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他要让我们的财政坏掉，让台湾陷入危险，然后等到发的时候大张旗鼓，有没有？特别那个发的钱上面那个文宣上面都要特别注记写行政院发，强调是我发的或者是呢在那个邮局的汇款上面，行政院发，就是你很难理解说这个党到底为什么他们对于操弄意识形态有这么的坚持，但本来还没那么严重。
因为赖赏上来之后，他就更加的严重。而追根究底，其实除了赖赏本人喜欢做政治对决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他真的就是一直在很少数、很动荡，支持度现在长期在3成5上下，很糟糕的一个执政状态之下，所以他就必须不断的去动员他的支持者。而当你把这个扩散到地方选举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就是为什么刚才王孝和敏锐的讲到，赖清德眼中的自己就是高市早苗，因为高市早苗就是在强力动员铁粉的情况之下大获全胜嘛。其实大罢免他们就是这样暗算的啊。大罢免他们的想法是什么？罢免通常投票率低嘛，但是我动员我的铁粉拉高我的得票率嘛，所以我就会赢嘛。概念是一样的。大家尤其大陆的同学应该慢慢有抓到我们德摩克拉西的精髓，有没有？这就是我们在玩的民主投票，好不好？选票就是这样操作。可是，在这个西式民主里面在德摩克拉西里面有一个重点还是关注的，就是你得把经济搞好啊！笨蛋，重点在经济啊！这个是当年克林顿的名言，对吧？你得把民生给搞好啊！你不能搞得大家流离失所、动荡万分。你现在把台湾台积全部卖光光，然后你地方选举动不动就是搞那种大放大烟火式。你知道民进党的高雄市长现在的候选人叫做赖瑞隆，他上我们资深媒体的中立资深媒体的黄伟汉的节目，他讲什么吗？他的标题叫做“当选就找 Taylor Swift”。我的天啊，哪一个市长当选的第一政见叫做找泰勒斯来开演唱会？民进党执政就是这样，他不跟你讲高雄是不是该清水沟了，他不跟你讲高雄是不是现在大家的收入有所下滑，他跟你讲当选就找泰勒斯，然后他就成功的在赖清德的支持下，然后赢了初选，现在代表民进党来进行这个选举。这就是民进党现在最大的问题，他在基础民生执政里面，他确实遇到一个问题，是他们不懂怎么执政，因为他们在操弄意识形态的时候太容易了。但这一套，你可以在相对意识形态非常坚持的选区获胜，可是你却没有办法在整个选区获胜。这个概念就像是在美国的那一些中西部的小州里面，川普是无敌的。就这些中小州里面，为什么？因为它的产业结构固化，它的人际网络固化，它的这个整个社会形态固化，它可能就是基本上可能像这些中小州，它可能都是农业，这些农业就是只除了国际大环境的飘动之外，大多数时候日出而作，日作而息，该撒药撒药，该开农机开农机，该开飞机开飞机。中南部也有这个状况啊，它的产业相对结构固化嘛，社会人际网络固化，所以对他们来讲，支持一个长期支持的老伙伴，他就 OK。所以在这些意识形态可以，可是你看到台湾像比较经济比较发达、比较有活力，像台中的话，就要像卢秀燕这种市长，他有70%多的支持度，他快卸任了嘛。他就是强调台中的这个城市的治理。我每年去台中玩，都会发现，这个城市的景观有所改变。他们今年又开了一个新的什么东西，旧的地方做了哪些更新，然后现在新盖了几条捷运，然后就是地铁，然后干嘛干嘛，他会去强调这个治理、城市治理问题，这叫地方大权。好，所以回过头来当赖清德把这个2026年定调成一场意识形态、一场统独决斗，对大陆的一场零和游戏的时候，那他就叠加上了 debuff。这 debuff 就是你的不好的执政加上你的一个意识形态的壁垒，那它就包裹在一起。而这个包裹在一起，我的判断就是，只要在野党就是蓝白，国民党跟民众党，国民党是蓝的，民众党是白的，蓝白整合的顺利，国民党内部整合的顺利，基本上各大选区获胜的机会都是相对高的。可能甚至决战点会拉到高雄去，因为高雄是南部，我们叫做嘉南高屏，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嘉义有嘉义县市，这5县市里面，相对来说经济活力还是比较大的，因为高雄毕竟是老牌的直辖市嘛，是个港口城市，所以它的选民还是有一些流动性，它的社会结构还是没有那么固化的情况之下，它相对来说还是会对经济议题、对于这些议题还是有一些反应的情况之下，它还是有对决的变化可能性。所以现在很多人说对决高雄就是这样来的。好，所以
我们把这整个放到了整个东亚第一岛链的一个光谱上来看，我们就回到我们岛的主线啊。了解了台湾之后呢，我们就回到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可以来看中美之间的这个博弈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到中美俄三国元首彼此的通话，大国之间拉朋友圈，利用元首外交稳住彼此之间，避免彼此直接对冲。但是在前沿阵地之间的冲突会劣化，所以你看到川普直接下场支持高市早苗，这是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当然，这也有另外一番解释，搞不好川普就真的只是不懂而已。但是任何维度从结果来看，它确实就是我不直接跟你对，但是我会在我的代理人或者是在我的前沿阵地、地缘政治前沿阵地上直接冲突。对，你看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就是在高市说完那番话，中日矛盾开始激化之后，特朗普其实是没有怎么太管日本的，他对于日本所发出来的需求和请求，他都是没有回应的。可是高市在宣布要大选的时候，特朗普又说他是支持高市早苗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我是认同历史哥说的，大国之间要拉通信息，但是呢，大国之间会在小地方给对方暗戳戳的下绊子。你看最近的委内瑞拉，你看最近的伊朗、日本这些地方，其实特朗普都在暗戳戳的给中国还有或者给俄罗斯下绊子。但是呢，你看表面上美俄之间又拉着这个乌克兰谈了一次，然后呢，乌克兰这次又变成了坏人。中美之间又要预期是今年领导人会见一面，但是呢，这个见不见，我们这个至少现在还有2个月的时间，对吧？这2个月的中间会不会发生一些变故，我们也不清楚。不过呢，特朗普应该是非常非常想见。我觉得以特朗普现在他对于整个国际局势的想象来说，就是他要跟强者在一起，他要让他的选民能够感觉他可以跟强者搞好关系，他能够给世界带来和平。这个是特朗普希望让他的基本盘看到的。因为今年也是美国的大选年，今天是美国的中期选举，所以对于美国来说，这也相当于一次特朗普的中期考试。如果说民主党搞不定的话，那么特朗普的权力会更加的巩固。如果说特朗普输了这话，他可能在外交上面会更加的激动，因为他的国内的很多议题就推不下去了，所以他必须要在外交上面有更多的动作，这个是我们可以预期到的。特朗普如果是这样一个人的话，他为了和北京见面，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他到底是会把台湾作为一个筹码跟北京谈一笔交易，还是他会把台湾作为一个叫做代理人再来刺痛一下北京？这个是我觉得这里面有意思的地方。我觉得可以从几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啊。首先呢，这个川普对于见面这件事情已经到了完全裸露、赤裸、毫不掩饰的，他已经用到 look forward to 了。我超期待，我一定要见面。你去看那个特朗普的帖子啊，你看川普写在了帖子，太有意思了哈。那一天我读的时候一边读一边笑，因为实在是太好玩。这个通话是非常非常长，那为什么？而且还牵涉台湾。那到底这个川普的逻辑是：第一个，你刚才讲的跟强者站在一起，绝对。所以高市早苗他认为是个强者，而高市早苗确实从这个西式民主的结果论来说，他确实做到了绝对的大胜，绝对的统治者，所以他会 respect 高市早苗，所以他马上就在选前就邀请了高市早苗3月到白宫一见，是这样。可是为什么赖清德他完全不回应？这个不回应不仅是川普本人不回应，是连整个这个美国对台湾的机构 AIT 都没有什么积极的回应。逻辑很简单，因为赖场实在是太弱，这种弱是从表象看出来，不是你嘴巴硬就有用。其实有一个对照组嘛，菲律宾的小马可仕最近深陷丑闻风波，已经好久不吱声。大家有没有发现，中非南海已经很久没有动静了？为什么？因为现在马可仕忙着在对付他自己内部他的逻辑其实很清楚，就是先甭论说他到底懂不懂国际政治，但是他有一个点是很简单也很好猜测，他只跟强者来往，而这是生意逻辑嘛。我要做生意，我有能力就跟最大的做嘛，就跟最强的做嘛。谁跟你小卡路米做生意？我才不跟你玩这一套。他就是这种想法。而通话你可以看到谈的议题非常的多，而且其实蛮细的。虽然他写出来的，比如说你看讲到什么，讲到飞机引擎的交付问题，讲到了这个
大豆的采购问题，这都很细节，包含台湾问题，但没有讲台湾问题到底谈了什么。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大国之间在这个川普开始推动新的世界秩序格局，也就是他认为的 G2， 我在讲是他认为的 G2， 不是我们认为的 G2。我认为中国是不会跟进 G2 的，但是他认为的 G2 里面，他的做法就是直接大家对，简单来讲，这局就是高端局啦。就高端局能上桌的才是高端的，你看咯，高市早苗呢，这个因为带领了自民党大获全胜，现在有资格上桌了，好，这叫高端局啊，你可以进来了，好，人口先破1亿也可以进来了，没有欧洲的事，欧洲滚蛋，对不对？所以在第一岛链上，它就有一个激烈的变化，就是美国跟中国表面上越和好，可是美国会看起来介入第一岛链的事物更少，可是实际上能够煽风点火，能够像你刚才说使绊子的地方，它会更加的剧烈。也就是说，我会无所不用其极的阻挠你的壮大，但是这种阻挠壮大不会像以前是明晃晃的，现在全部给你玩暗戳戳。但是这个暗戳戳的是相对于中美俄元首直接通话这件事情，或直接见面这件事情，明晃晃的还是在当地的这些前缘国家，这些相对小的玩家或者是棋子就明晃晃的玩，所以我明晃晃的玩委内瑞拉，我明晃晃玩伊朗，而日本因为够大，所以不明晃晃的玩，还是以一个暗注的方式发个文。日本呢，因为它体量大到其实美国没有办法那么好控制啊，讲白了，日本确实美国是不好处理的，所以美国是透过军事来殖民，而不是透过直接在政治里面使杠杆，这个没有办法，因为日本大体量国家不是美国想控制就控制得了，这就像巴西嘛，巴西其实是一个不强的国家，但它好大，很大的结果就是美国要控制巴西其实是困难的，没办法直接控制。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刚才提到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都不意外。为什么？因为现在这样玩下去就是4个字，叫烽火连天。只有大国能稳住身形，而小地方的冲突就是烽火连天，而且你只要体量小于伊朗，美国就会明面出牌。我认为在美国的逻辑里面，伊朗是他能搞的这个最上限体量，因为伊朗体量已经非常大了。伊朗体量之后，世界各国来说，8800万人口，164万平方公里，其实很大。所以，这又回应到我们上次讨论的，到底美国会不会出兵伊朗？结果没出兵嘛。就最多就是炸一下啊！最后我们就回到岛式的经典结尾。那台湾呢？其实我觉得这一次很特别，因为当美国选择不是这种直接亮名牌的方式，台湾是小体量，而美国无法直接亮名牌的很特殊的地方，因为中国大陆压着这件事情，大家理解到，因为有中国大陆的压着，所以美国没办法在台湾名牌，所以台湾现在有趣的点就来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时刻，也就是少数时候，北京跟华盛顿在这样的特殊氛围之下，变成台湾人，你要自己决定，你接下来你的牌是什么？就你26年你要不要赢？你28年你要不要赢？谁赢？是绿的赢，还是蓝的赢？是交流派赢，还是抗中派赢？讲白就是这样。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因为现在是一个特殊时期嘛，我就讲了，当川普开始玩 G2 之后，他就不明面跟你对打了吧？以前的美国是直接赤裸裸的介入台湾嘛，但现在美国事实上是没实力直接赤裸裸介入台湾嘛。但是目前北京也没有那个着急，也没有那个意愿直接在为了台湾问题跟美国进行决斗嘛，所以就形成一个中间态，而且微妙平衡，没错。从北京的判夺里面，跟从华府判夺里面，现在的状态就是北京是能接受一个很弱的民进党执政的，但是北京也在期待有没有可能让民进党接下来输掉。我认为这是有一个主观期待。我知道有些大陆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北京不会期待台湾任何政党执政，我知道这是一种说法，但是从这个微妙平衡里面是有这样解读的角度的。当然，这是我一家之言啊。那所以26到28，26是28前哨战，而且赖清德又把它升级为对抗跟交流之争，那就太棒了。那这个脉络不就串起来了吗？就是从24年的大选到25年的大罢免，到26年的9合1大选，到28年，因为其实26到28只差13个月，相当于其实差1年而已。
2028年的下一次大选，其实它就是一条线一条脉络。那现在民进党就是大吹特吹说高市的大胜利就是全球抗中的大胜利，好，就给大家参考一下。那至少我们做实事的人是全力来对抗民进党，来帮助现在的在野党能够稳住身形，来压制这件事，希望交流保台。为什么？因为交流就带来和平，和平就有保台，而对抗就会带来冲突，冲突就会带来战争。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明确的。这也是赖清德现在在做的事情。好，这就是我的看法。OK，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好吧。这个如果呢，各位朋友呢，对于这一次的日本选举，或者说呢，今年即将发生的，比如台湾地区的9合1，或者美国的中期选举，有什么自己的想法，或者说还有什么想要看的一个话题，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一起补充一些干货，或者你的见解，或者你的一些想法和你的建议，好吧 ？OK， 那就祝大家变得更强，超越极限，我们下回再见，拜拜。下回再见，拜拜。